好，我们今天来简单玩一把英国的王党线。粉丝想看我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个美国的核心给吃到手，那我们则需要点这个统一英语圈国策把这个美国吃了之后，如果我们这个傀儡加拿大和我们在一个阵营的话，就可以让加拿大把这个美国吃掉，然后我们再通过吃掉加拿大的方式获得美国的核心。这样的话，我们大概只需要点下这些国策就够了最快速度点到统一英语圈。然后左边这个国策也很重要，就是这个巩固不列颠帝国，因为我们需要通过最后这个帝国联邦来吞并核心帝国联邦这个国策，它的效果就是能让我们直接获得吞并地区的核心。这样的话，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国策点完，就可以吃到美国的核心了。然后看一下前面的这些国策，他们的要求都是只要这些地不存在，我们就可以跳过。所以我们只需要在点帝国联邦之前把所有这些小弟全部吃掉就行了。关于开局的话，我们点哪个国策都一样，因为这个王党线需要爱德华八世与这个华里斯结婚这个是要等事件的，所以急不得我们先可以把左边的这些能拿的东西都拿到手。英国的科技还是非常发达的，开局就有4槽，并且很多科技已经提前研究好了，所以我们这局科技前期可以先把这个海军陆战队点出来这个对于我们到处登陆还是挺有用的。开局还是先老三样，我们可以把部队训练一下，攒点经验做个中防空前期因为要早战，所以我们前期部队质量还是要高一点。开局36个师直接拉回家，然后我们先做24个正规军，其余的部队全部改成这种次级编制。它给我们设置好了12宽还是非常符合现在的版本的。因为已经决定早战了，所以我们肯定全造军功这局就不用太苛求这个发育了，因为我们待会儿吃了美国核心的话，直接获得几百个厂，根本就不需要发育。生产线也是把没用的东西全删了，前期就不玩飞机了，不过我们自己自带的飞机也挺多的，所以根本不需要了。主要还是先把我们的枪炮补齐，然后再造点中防空。英国其实是一个特别爽的国家，因为它开局工厂挺多的，而且不缺任何资源，船也不缺。但是我还是不推荐新手玩，因为它需要各种登陆新手登陆的话可能容易失误。前期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运输船给它卖一卖这个肯定是有人买的。我们这个运输船明显过多了，卖个几百艘都没事。然后把这个给它打个勾，就省得我们烦了。然后就是把全世界的船和飞机全部拉回家开局英国的飞机也挺多的，如果觉得太多了也可以卖掉一部分我们前期飞机作用也不大，感觉这个火车也是可以卖的，它这个数量实在太多了根本用不完，全部卖光。然后就是所有的船和飞机开训练，不过这个英国的油好像有点不太够用我们待会儿没油了就减少一点。这边先挑出24个师来作为我们这个主力师开始训练，其他部队的话就直接转成这个次级编制，待会儿用来填线了。开局第一波点数可以直接改这个部分动员，不过待会儿我们可能会因为这个战争支持度太低导致罢工这个大家自己看着办。这边出现了退位危机的事件，我们什么都不管就点坚持大婚就可以了。总的来说，千万不要出现这个退位事件，我们就能完成这个王党了，所以和退位有关的都不要管。玩到这边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我们是前期唯一有这个空中优势的国家，所以我们也没必要造这个中防空了。我们造中防空本来就是为了防这个同盟国的，现在我们自己就是同盟国了，我们直接玩这个清谈好了。这边爱德华八世获得支持之后给我们100的点数这边是为数不多有点数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先赶紧上一个陆军大师把这个经验刷起来，不然我们待会儿没经验改坦克。可以先和这个西班牙改善一下关系，然后我们派一个顾问吃点经验，这样的话也能变相提高一点我们战争支持度。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走这个下坡路了啊！接下来的决议全都是扣点数的，非常难受。在这边我们是能额外完成一个成就的啊，需要在这个游戏概览里面看啊，荣誉记录往下翻，能翻到这边有一个家具做主，需要国家领导人肖像上没有出现任何人。到这边自治领就脱离了王权统治，他们直接自己跑了，建了一个英联邦出来啊，和我们没关系了。我们这个同盟国的阵营也直接消失了。他们建这个英联邦其实是在帮我啊，他建立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待会儿通过我消灭整个英联邦来直接拿下所有殖民领。我们这边看似这个政治点非常的多，但是无所谓啊，只要我们这个爱德华八世上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边轻坦研究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一下我们这个用来叠突破的轻坦了。前期的话作用还是挺大的。我这边就稍微省点钱了，直接装这个重机枪，做我们最便宜的机枪车啊，5块钱差不多够了。把这个突破值直接给它叠满啊，现在是 43.9 的突破。这边提前研究了一级装甲，所以我们可以叠到9点甲。虽然说这个装甲会浪费我们一个钢，但是英国根本就不差这一个钢。如果还觉得这个突破不够高，甲不够厚的话，可以再给它上一个焊接啊，还能更高一点。不过又要浪费1块多钱啊，我比较省钱。这边都忘了升级这个轻坦部门了，我们先把这个轻坦部门也给它点上，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轻坦应该还能更硬一点。多浪费5点经验值。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先把一半的造枪厂拉出来造这个轻坦了。我们这个枪的话前期要是一直造的，不然的话不够我们迅速武装大量部队。到了这个36年年底，总算是完成了这个爱德华八世王室婚礼啊。这样的话我们待会儿就可以点这个王党了，先等这个国策点完吧。关于这个丹麦的农产品，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百害而无一利啊，虽然能加补给效率，但是根本没用。我们这个王党成功点完之后，就可以开始最快速度往这个天佑国王下面点了。接下来国策顺序主要是看我们自己选择啊，如果我们想早点开战的话，可以先直接点这些吞并的国策啊，如果不着急的话，我们可以先在这边把能拿的工厂、科研槽，然后一些 buff 全拿到手。不过总的来说，我们也不是特别缺这3瓜俩枣，所以我们直接最快速度往下点吧。只有我们不停的宣战，才能把这个热度给它炒上去，热度上去了，我们才能正当化一下这个南非啊。如果我们直接打这个加拿大的话，很有可能会把美国给拉进来，所以还是最快速度想办法正当一下南非。如果我们想提前完上这个海军陆战队的话，也可以通过改编制的方式来获得。不过总的来说，这个花费还是有点太高了，我们负担不起，所以先不用这招了，我们直接改主力师编制就完事了。毕竟我们前期装备完全够用啊，根本就不差这个海陆的登陆修正，所以只需要直接改成这种步炮加轻坦的编制就行了。这样的话，我们装甲厚度、突破值、软攻都有了。虽然这个数值不是很高，但是在前期也够看了。这边装备的话，应该是刚刚好够用。那我们直接保存编制，把我们继续再造的这个田线师先取消掉。我们先把自己的这个主力师训练好，后续再造。实在想减这个登陆惩罚的话，我们可以在这边先给海陆点个学说有一个2期加成的，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主力师给它换上这个先头工程部队。不过这个支援连在其他地区的 debuff 还是很重的，所以我一般不用这个印度独立之后一般会先和这个巴基斯坦打一架，不过很快就会白合，所以我们可以先把部队拉到这个岛上面来，准备登陆了。到了这个37年10月，我才想起来我还没有正当化这个南非这个先不急，我们先正当化一下。165天之后就可以对这个英联邦宣战了。反正这边这几家都是要一起收拾掉的，不如直接一起打了。这边直接登陆就行了，一起宣战上，一个都不让。
接下来我们可以再去巩固一下不列颠群岛，顺手把这个爱尔兰给它收回来。这边的话，可以先把家里面几个师转换成我们这个高达师啊，让他们顺手来消灭一下就行了。不过我们现在这个人力有点不够用了，看来我们这个田线师又得取消了，造不出这么多人了。在我们快把这个印度打投降之前啊，这个印度和巴基斯坦白合了，所以我们直接全吃印度啊。这样的话，我们待会儿就可以跳过这个印度的国策了。然后这局因为这个巴基斯坦优势比较大，所以他也没有放出这个孟加拉国来，我们只需要再拿下这个拉合尔，应该就差不多了。右边的部队可以先去把这个缅甸给他跑了啊，这边也是可以直接宣战的。玩到这边，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就是我忘了做这个间谍了，导致我们没法直接做美国的合作政府啊。正常这个时间点，我们应该已经能做到1到2层的美国合作政府了。这样的话，我们待会儿吃美国会快一点。接下来的话，家里面的部队稍微拉几个师出来登陆一下加拿大的沿岸，然后次级部队直接去跑加拿大吧，这边也不需要多少补给。等部队差不多到齐之后，我们就可以宣战了。他们会直接招盟友的，这边宣战一下南非。然后我们打加拿大，最主要目的就是最快让他投降，只要拿下温哥华就可以了。所以所有部队直接往温哥华跑。好，经过我们这个骑兵师的长途奔袭啊，最快速度拿下了这个加拿大，其他一些小弟也跟着一起投降了啊。这个版本就不需要阵营杀，就很舒服。我们这边直接全部吃掉即可，这边全部提交。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把剩下来国策全部点完了。它这个都是可以直接全部跳过的。我们先把右边这几个全部跳了。这样子我们能最快速度点这个统一英语圈啊，这样的话就能获得美国的核心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小弟了，所以这个帝国会议也是直接跳的啊，省得再点这么多决议了。我们只需要点完下面这个帝国联邦，就可以把剩下来的地全部吃到核心了。不过在点帝国联邦之前，我们还是得先把这个加拿大给它放出来，因为待会儿我们统一英语圈点完之后，决议是给加拿大吃美国的核心，
所以我们只有把加拿大吃了，才能获得美国的核心。这边直接把加拿大放出来，然后我们再找这个加拿大创一个阵营啊，这个阵营名称随便了。然后我们多的工厂全部拿出来给这个加拿大铺基建，这样的话我们待会儿打美国也会轻松一点。这个船也得先开到这个加拿大的两边，防止美国待会儿反登陆。这么点部队打美国肯定不够用，我们再火速做一点这个田线师出来。不过我们这个人力实在不够了，先开一个地方警察，然后再找小弟要点人过来。他这边拒绝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德国直接对捷克宣战了，可能是捷克现在胆子比较大了。我们不管啊，我们待会儿要打美国的，管不了这么多。这边已经在美国的部队全部转成这个主力师啊，我们48个主力师打美国应该是足够了，就是再来点田线。目前来看，我们这个轻坦已经特别多了，可以再给部队装一个装甲侦察连了，然后再装一个轻坦，我们这个数量都是够用的。那就减掉一个步兵。可能是因为没有同盟国的原因啊，这个德国直接开始把所有国家都宣了。反正我们也管不到这么多，按道理这个法国应该会和这个捷克组一个阵营才对的，但是他们没有组啊。这边我们事不宜迟，直接宣战吧，应该没有人会来烦我嘛。这个部队刚训练好的，应该可以直接进攻了。把计划开一下，再拉上这个加拿大。这部队怎么不动呀？开个激进。按道理应该是完全打得过美军的，他们居然不自己冲，那我只能手动来操作一下。毕竟我们这个部队都是有精盾的，打一个38年的美国还是很容易的。好，到了这个39年的3月份，我们就直接消灭了这个美国啊。这菲律宾是可以直接全吃的，然后美国的话也可以全吃。我们待会儿点决议，把它送给加拿大。这边我们选择决议，建立泛北美邦。啊，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来历啊。
反正这样的话，加拿大就会变成我们这个北美自治领了。点完卡了一下，然后我们再点这边，这个美国已经成了加拿大的占领地区，我们可以赶紧走个国策。这边这个帝国联邦国策目前还点不了啊，它这个需要我们自治领同意才行，所以说还是得先把这个加拿大再吃回来。好，又给这个加拿大送了800条运输船啊，直接就可以吞并了。这边吞并之后，我们再点帝国联邦，应该就能吃到整个北美自治领的核心了。从这个国策的描述里面也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个核心一共有66项。好，到了这个39年的6月底啊，我们就点完这个帝国联邦了啊，这样我们就摇身一变啊，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了。现在这个核心是有美国核心的，所以这个工业也起飞了。可以看到啊，这个美国的每个地区都是我们的核心地区。